漂亮，给力，漂亮！这是赵心童生涯首次来到克鲁斯堡正赛，面对塞尔比，他恐怖的进攻火力让所有人眼前一亮。这样的机会。此时台面球形下方黑球附近有5颗红球，其中4颗贴库或者半贴库，彩球中绿球又是保险球。赵心童想要超分，下方5颗红球至少要打掉3颗，其余红球全部处理。难度虽然没有特别高，但非常考验走位。如果刚刚这红球能做的，比如说做成直球。本场世锦赛是赵心童生涯首次正赛之旅，首轮面对塞尔比，赵心童恐怖的进攻火力让所有人眼前一亮，开局就是大比分5比1领先。如果对手不是塞尔比，赵心童很有可能就快刀斩乱麻，在对手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直接将比赛拿下来。可惜塞尔比作为逆转王，他的心脏使他即便落后再多，也可以有条不紊的追分。这会儿要不要红球带红球啊，别等这个黑球。这杆也没办法，向下的角度。这样的话就黑球 K， 领先21分。22。好球。关键的 K 球效果完美，下方2颗红球直接活了。9加16。不行，差1颗，就是还需要打3颗，这2颗不够。30。37。这个需要抉择，就是你到底要一个 K 球的位置，还是要一个做球的位置？啊，去准备做上面那颗。哎呀，这杆走位出现大问题，下一杆必须拼准度，超分的红球压力是顶满了，看赵心童能否打进。做得过低，他又想做得近，漂亮，完成超分。接下来打进咖啡球可以超7分，但台面还有2颗红球，绿球也是保险球，塞尔比肯定不会认输。好戏从这里正式开始，拿下这场比赛。颗太小了，就不行。50。选择了防主球。50。我们直接来到比赛的转折点，塞尔比这杆斯诺克简直无敌了，母球贴住粉球，难度非常大，只能扎杆加上强烈的旋转。贴死的话，如果是比较正的话，这个就没法解了。再看啊，够不够这角度？1库不行的话，2库行不行？这个已经再加很重的旋转，都已经是炸出来的旋转。接到。粉球，这样的话，这个分数2杆斯诺克严分。对啊，这就是2杆超分的一个机会，没贴死，是想贴死。Marks RB7。但是这杆呢，由于解不到的话就自由，你不加力的话不管解到解不到，还是一个好的斯诺克，所以这杆啊挺麻烦的。解球失败罚4分，由于有超分优势，所以赵心童不需要重新解球，但母球的落点塞尔比可以轻松利用咖啡球再做斯诺克，这就是防守大师的魅力。特别好。现在
他这个压力就在赵心童这边了。是不是解到了？看一下，没有。 Foul. 第二杆解球再次失败，超分优势直接就没了。现在塞尔比落后35分，台面最高分35分，打红叫黑，在青台还需要真黑。但现在台面黄球和绿球都是保险，胜负还有悬念。哦。 这线路出偏差了啊！是在那边挂了一个带脚，没回来。大家仔细看啊，这个主要是主球，在这带脚吃了一下，改变了线路。再做一杆，这个准备再做一杆。由于上一杆的失误，塞尔比打进粉球后自动被超分，还需要再做斯诺克。 现在节奏已经被塞尔比牢牢掌握，赵心童一直被牵着鼻子走，这种感觉非常的难受。Mark Selby 7. 容易做成通过蓝球来做，或者黑球，来到绿球附近。 哎，大家看啊，这个离绿球一近了，你的杆法就容易做得很精细，啊，薄球两过，要黑球。Mark Selby 2. 没有做上，这个错过了这个，没打。 导播给的这个线路啊，看看塞尔比。目标球控制好。哦，这样解释就会漏了，解不好。 Foul. 这解不好，对手是有可能有的打。 Mark Selby 4. 哇，真危险啊！哎呀，这个运气，来摆手，麻烦麻烦。上一杆塞尔比的运气真的是没谁了，现在绿球直接停在袋口，塞尔比清台就可以完成逆转。而比赛接下来的发展真的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。哎，没有做到啊，这个很明显碰到篮球。 3. 刚才这球呢，但是他肯定是考虑过啊，曾经考虑过说往里打的这种效果，否则的话这球也没什么好想的嘛。如果篮球是在下面啊，在比如在黑球点位附近这边，那毫不犹豫的就往里包了。对，漂亮，给力！这杆长台进攻真的是没谁了，被塞尔比牵着鼻子走了老半天，还是利用自己最擅长的准度破局。这就是赵心童，你可以永远相信他的准度。现在赵心童重新超分，塞尔比肯定是不会认输。 仍然不能掉以轻心，只是需要做一杆。我们直接来到比赛的转折点，差的有点多，这杆可以拼一下。打进篮球后，塞尔比也是没有墨迹，果断的选择认输。最终，赵心童本场世锦赛之旅还是败给塞尔比。不过对于他来说， 这也是一场比较深刻的世锦赛之旅。7平啊，接下来5局3胜。巴黎面对如此棘手的局面，竟然还有进攻的可能吗？中国准神赵心童
现在就来教你如何在这样的台面上完成漂亮的上手。经过一番仔细观察和计算，一杆精准无误的组合球应声入袋，为他赢得了开启这一杆单杆制胜的机会。然而，随之而来的球形却非常麻烦，粉球和黑球都半贴库边，为围球进攻带来了巨大阻碍。更具挑战的是，所有红球都集中在底库附近，这意味着赵欣彤的每一杆得分之后，母球都需要进行长距离的绕台走位，去连接中部或者顶部的低分踩球。跟各位说的是三角框啊。要知道，赵公子的准度一向令人惊叹，但他的控球走位相对而言被认为还有提升空间。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和走位考验，他能否在拿下上手机会后一杆轻台超分，战胜经验老道的老球王怀特呢？几乎每一杆得分后，母球都需要进行2库甚至更多的长距离走位去连接踩球，这对于选手的控球能力是极大的考验。面对这种类型的球型，打得最游刃有余的无疑是火箭奥沙利文，这位斯诺克史上的传奇人物，对母球的控制简直无可挑剔。他曾有过单杆打进15颗红球全部叫粉球的神奇表现。而赵欣彤作为少数得到奥沙利文亲自指点的球员，他在这局比赛中的走位表现也着实令人惊喜，几乎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。右侧靠近袋口的红球继续来连接。局面打起来还是比较辛苦啊。走位不够准度来凑啊。好球，这一杆非常的关键啊。我们看右侧红球还是一个向上的角度，这个角度做篮球就比较舒服了。红球减少的速度很快，但由于连接的都是低分踩球，分数增长的却相对缓慢。看来要完成超分，必须将台面上的红球全部打完，连接最后的踩球才行了。还是有一点左塞啊。打进这颗红球，完成超分。这一局，赵欣彤基本上已经锁定了胜局。回顾赵欣彤在本局比赛中的表现，他的每一杆走位几乎都在半台以上，母球全程都在进行长途跋涉的绕台运行，而且他面对的还是斯诺克界赫赫有名的老前辈怀特。在巨大的压力和复杂的球形之下，赵欣彤却展现出了极其完美的表现。他不仅在控球走位上几乎没有出现大的瑕疵，更凭借自己一贯犀利的准度，保证了连续得分不断线，最终成功的以一杆精彩的单杆表演赢下了这一局。赛点发挥的也是非常出色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也是为大家来预告一下接下来的赛程。那么凌晨的对阵肯达和迪的比赛，那么明天23号将会休赛一天，从24号的将进行苏格兰公开赛的资格赛。是的，向老英雄致敬啊！其实刚才的第9套黑球还是非常好的。那来看赵欣彤和小怀特的一局比赛，现在小怀特已经领先了62分，
上来之后的第一盘手感还是不错啊，打进黑球超分。黑球没有打进，这杆有一点意外。怀特自己也没想到超分的黑球丢得这么莫名其妙。台面现在还有5颗红球，最高能打67分，这就是一个很微妙的分数。怀特黑球没有打进，赵欣彤完成清台，正好可以逆转，不需要再做斯诺克了，而且还不用每颗都围着黑来打，真是个非常不错的局面。这是2022年的土耳其大师赛，赵欣彤的对手是迈克尔·怀特，也是90后球员，曾经一度被很多人称为天才，都认为他能打出来一番不菲的成绩，没想到现在几乎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之中。再来做粉球，分数也够。土耳其大师赛的冠军奖金是10万英镑。黑球打回点位，那这一杆做红球，如果落点没有问题的话，完成单局的逆转，对于赵欣彤的能力来说也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力量控制得很好。台面还有35。篮球走多了一些啊，这杆走多了一些，篮球的角度向下，不过还在调整的范围之内。现在台面唯一有可能的变数是咖啡球到篮球的连接。好球，青台刚好赢1分啊。咖啡球不要坐直啊，一定要留出角度。发力顺势走位到篮球，微微向下的角度非常舒服。到此为止，这局基本就没什么悬念了。小怀特在即将超分时刻掉链子，遭到赵欣彤单杆逆转。好球。